另一件事情，则是大家在关心的是，他还好吗？消失的秦刚。好，这一回呢，在中方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头，外国媒体疯狂的在问，好，路透社啊，美国来的啊，问什么？问说您一直在讲啊，讲说新华社表述的很清楚，因为新华社呢对此对于秦刚的免职等等，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嘛。他说，可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清楚，清楚在哪里啊？毛宁竟然尴尬的笑了，来看看这个画面。刚才你说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已经就是表达的非常清楚现在的情况啊，就是你说你认为非常清楚，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想再问一下这个，就是他不是外长这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清楚？他清楚在哪里？谢谢。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好，当然啦，因为是大国的外长嘛，那很多人呢都希望跟他来做应对。那现在虽然说王毅已经接手了，可是很多人还是在问秦刚呢，而且甚至有人就直接去看了他们的外交部的网站，发现呢，在只要讲到外交部历任外交部长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到秦刚的名字，他的名字出现在网站里头，只有他先前担任驻美大使这样子的一个职位，他过往的那一些照片啊，跟其他的外长之间往来的这些信息也通通都被拿掉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问，是真的没有好聚好散吗？还是说里头有内幕？因为这一位台湾智库的董先生，他出来讲话，他觉得说有可能是解放军出了大事了。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有另一个新闻是说呢，这个对岸火箭军的司令叫李玉超，说在办公室里头被带走的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问，他会不会跟秦刚的事情之间有关系？因为传出呢，他可能跟这个间谍等等啊，这些贪腐等等的事情是有关的。甚至呢，他还点出了秦刚呢，其实是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之后，他所服务的这些单位呢，其实长久以来，外国媒体都认为是跟情报间谍组织有关系。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跟此有关？这个又画上了一个问号。那秦刚在免职之后呢，这一直以来让他这个职位3级跳，大家都觉得是因为他跟习近平很友好，非常的亲近。习近平呢，在这一场这个免职过后，第一个露面是来到四川这边考察调研，同时呢，他之后27、28，也就今天开始，他会出席成都的世大运，还会跟很多的外国领导人会面。当然了，这个中央对此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包括了毛宁刚才告诉你了，新华社这边有相关的报道，曾经有过正面回应的是他，这个是驻美大使谢峰。谢峰被问到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不过最近他自己也是这个身体有点微恙啦，说是骑车的时候跌倒摔伤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但是即便是这样，还是很多人想问，会不会在中国外交圈秦刚事件会有所谓的后续发展？因为王毅接手之后，有人开始讲他可能是过渡人选，像葛莱仪就说了，很可能很快就会有外长，甚至还有人说时间点就在明年3月，说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王毅给了他们时间空间，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去审视每一个人，把局面给稳住。当然，王毅接手之后，因为呢他本身现在是外事办公室主任嘛，另外他当过10年外长，大家跟他都很熟，所以呢，日本官房长就直接讲啦，说之后我们会跟他紧密沟通，包括布林肯第一时间也说期待跟他在后续的有联络有合作。王毅也没有停下来，昨天呢在南非，现在马上到了土耳其了，说开始呢支持两国的企业用本币结算啦，甚至跟埃尔段会晤，希望可以推进一带一路。这当中埃尔段也特别提到了，他有注意到他是北约成员，注意到北约开始希望在亚太地区加强活动，他是不支持的这么一件事情。当然就让中方秦刚这一边呢，中方王毅这边呢，他们也有所回应，希望呢彼此之间都能够有更加契合的立场。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因为即便到目前为止知道秦刚已经被免职了，王毅也已经接手了，但外国媒体还是紧追着问消失的秦刚呢？那我可不可以问那个布林肯，你回答一下，雪曼为什么要辞职啊？
雪曼辞职是不是因为他是鹰派，所以被解职呢？那布林肯一定说没有这回事啊，我不相信啊，你可不可以再回答一下？你这个等于是你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嘛？如果秦刚真的是像董立文这样讲啊，那为什么国务委员没有被撤职呢？是，他事实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是免职，对，不是撤职，如果是最大的间谍情报头子，那这个要法办啊，国务委员可能留任吗？所以我说，你要不要用一点逻辑来思考啦？不然我针对人事案，我对拜登政府很多人走掉，我也有很多疑问啊。拜登政府是不是要回答一下？哦，雪曼回答一下嘛。还有一个啊，中国小组那个召集人也跑了啊。是。那怎么你是在整肃鹰派是不是？是不是说明一下？他一定否认嘛。那我不满意啊，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哦，你要去扯啊，说李玉超跟秦刚有关，请你拿出证据嘛。你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呢，你就要去扯。说请问他是不是跟李玉超有关啊？那我怎么回答你啊？那我就告诉你啊，他国务委员还在啊。那今天香港01还公布了一张6月初秦刚参加国务委员的会议的照片，是，大家看起来非常的疲累啊，都看起来身体不好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如果我们都要随着这个美国啦，这个是路透社的记者问的，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他说：“我觉得你没有说明啊。我如果是盲林，我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程度很差啊，你中文是不是看不懂啊？不然我也会可以一直问啊。哦，雪曼为什么离职？你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中国小组的召集人为什么要自己离职呢？是不是拜登在整肃他里面的鹰派啊？所以现在看起来都软绵绵的。”一个一个接着去访问北京啊，我可不可以这样问？我如果这样问，在美国的记者俱乐部一定人家说你这个人超没水准。你有什么证据，请你讲嘛。你没有证据就可以这样瞎问啊。所以我是觉得啊，我实在是懒得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就是免职，国务委员留任，那这样子还有天大地大的事，说他是最大情报员啊，还跟火箭军有关，你这是什么逻辑呢？你要不要问一问自己嘞？你还好意思是匪情专家嘞？我都不好意思听啊！哇，是。好，其实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刚刚这个亮哥有特别提到了，说，好像有这个关于他，好像无精打采的样子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他们讲的话，它是健康因素啦，所以呢，后来也开始大家看到媒体上面呢有一些，对，就是这个是秦刚哦，对，亮哥这个荧幕好像大一点更大了，亮哥这个荧幕大一点这个就是今天香港01公布的照片嘛，是6月初的照片嘛，是。可是吴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原因是因为现在当然大家就想知道的是习近平他后续的这个态势会是什么？会有没有可能会讲话？当然不可能嘛！他开始还是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还是要开始在做世大运运动外交跟这些外国领导人会面。只是这一些纷纷扰扰，大家想问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抵定了？因为有好多专家在讲说，他们是明年3月才要推一个新外长啦，王毅只是过渡的啦，会不会有所影响？当然，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是王毅接，我们还是要先回看一下这个秦刚他身体是不是真的出状况。对，如果是真的出状况那我们会想说，那出状况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细节？问题是就没有了。对，全部都没有了那当然大家就会猜吧，情报投资甚至他的这个外遇对象也是间谍，这些东西我都是臆测我觉得这臆测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做中国研究、中国党政研究要需要很多证据，问题是偏偏证据跟很多资料我们很难收集，特别在现在我们很多是靠2手资料，甚至有3手，甚至是朋友的朋友讲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证据拿出来都没有证据力了。他是间谍，如果真的是罪大恶极，他被双开都有可能。对而且立刻这个他不可能让他在有任何名在这个中国政治的名册上面的，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听到这个新闻，我也是采取很保留啦因为当然他一定是有事情，不然的话不可能会有这么快处理，说把他的外交部长革职那当然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在不知道这个情况下，所有的臆测都是流言，都是蜚语那当然
这点我们就看看就好。重点是要看说，第一，接下来看的就是那他们怎么稳住这个外交局势，是为什么接替的是王毅？其实你知道中国外交部长他的官很大，他是等于是中国在执行外交的头子啊。当然，外交政策不是他执行的，不是他制定，他是负责执行，负责要接洽各国。特别2013年开始，中国“一带一路”之后，王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所以他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最熟悉，整体的政策方针啊，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啊，大小司马算是他都要知道的事情。而且他是中央委员哦，而且他现在又是中外办主任哦，以他这个现在是以前他接替杨洁篪啊，中共以党领政嘛，是，所以杨洁篪他接替杨洁篪。可是他再回锅来接替兼任外交部长，等于是高配，用高配的规格回来，是我觉得坦白来讲，我蛮支持葛莱伊的想法是说，他是这个是暂时的，因为一般来讲外事办主任不会兼任这个外交部长，他们必须要找一个第二要注意啊，也要有中央委员身份的人来接任这个外交部长，所以王毅目前感觉上他是等于是兼任外交部长。为什么要让接下来的几个人选他们要把他提升到中央委员层级，让他名正言顺的接任这个外交部长？为什么？因为中国外交体制是非常错综复杂，他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只要接任外交部长之后，他后面的人都有开始排序的啊。假如我们讲，假如秦刚这件事情是爆发是临时的，代表说这对他们的中共整个官阶的还有人员的分配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不是一时半刻你可以立刻推一个人上去说秦刚没了，我们换一个人上去，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让王毅接有这点的战略考量跟这个所谓的官场文化考量，我想也只有王毅能镇得住啦。其他人我觉得他的不管是官阶来讲，或者是他对于这“一带一路”，甚至接下来中国有很多经济上。还有对外经济，疫情复苏后，他要跟各国讨论这个经济还有贸易的问题的时候，还有整体的战略框架的时候，我想这个由王毅来接任，这个是无可厚非啦。只是说要多快啊？接下来多快，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外长，所以这个外媒他们很好奇嘛，要不要回去写报告，而且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来了，你要了解中国政治人就知道。他不会告诉你，他就永远不会告诉你。你再怎么问，他打死也不告诉你啊！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因为我是做国际关系，我不是做中国党史或政治研究的。我每次都很佩服，就是能研究这些人，他们资料跟资讯收集是非常厉害的。是好，其实我们就讲了，在这个王毅接手之后呢，他基本上是无缝啊。为什么啊？一直就做外长做10年了嘛，所以呢，他现在呢是回头来帮忙兼职，但是呢，整个外交启动完全没有停，包括了他去到土耳其，知道要谈什么，谈“一带一路”之外，当然土耳其也要赶紧跟他讲啊，他们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然后还特别强调，我们不支持北约在亚太地区加强活动。来，小舰长，礼拜天的节目我就讲过了，就是有关于北约如果要扩大到亚洲的部分，第一个法国就不同意，现在土耳其埃尔多安也说不同意，他觉得这样不恰当。不管是怎么样，北约里面最少已经有2个国家反对这件事情，要不要问一下匈牙利呢？匈牙利的态度又是什么？所以你虽然看起来就是说，好像到日本去设个办事处是有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实际上来讲没成，而且那个北大西洋公约就摆在那边，事实上来讲要很难撼动。刚刚一直在讲王毅啊，不要讲王毅的，讲到那个秦刚的时候，讲的跟真的一样，说这个是间谍头子啊，然后呢，平常在讲别的书的时候又说。中国在清点每一个人，他们有那个脸部辨识系统，然后呢可以掌握你每一个人。怪了，秦刚掌握不住吗？所以不要什么比较适合做认知作战你就讲什么，而是要从整个大局来看嘛。我们这样讲就是王毅他到底就是刚刚那个无论是郑亮老师或者是那个吴老师都讲了非常多我们来看看去年王毅他在10天之内疯狂的跑遍了这整个南太平洋这些国家，那只有10天那也就是说，其实他虽然快70岁了，但是他的身体很好，而且人脉很广，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王毅来问军心，但是现在呢，对美国来说，他们其实很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好，因为呢，现在美国有一位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接手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认为中国扩展影响力现在已经进到了红色警戒区。好，如果你有在看 football 的话，他说了是已经进到了20码线了，表示说已经要开始小心喽，他们要开始发动整个攻势了。提到2个点，一个呢是中南美洲，一个是加勒比海。当然了，就说他们其实在关岛这边呢也开始有所动作啦，都要小心，都要注意。而现在呢，美国的国防部长看到人也已经来到了南太这边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延伸第一岛链，要防堵中国阵线。讲到这次去的是巴布亚纽几内亚。基本上呢是史上首位出任防长以来第8次访问印太区域，你就知道他现在有多在意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呢，当美国觉得说，你为什么踩到我的中南美洲，踩到我的后花园的时候，中方可能也想问，那你为什么要来南海呢？好，来看看中方现在在南海这边，他们出动的是5、6沙群啊，什么意思哈？其实过往呢，我们有曾经看到2战的时候，德国运用的是狼群战术，用潜艇这边来攻势。那现在呢，他们是用无人艇在南海这里的水域进行沙群演习，就是希望来加强他们的巡逻侦察，当然也希望加强他们整体的海上的战力。至于空中的部分呢，美国媒体开始在研究的是，他们发现了在很多舰艇上面放的都歼20，到底歼20有多厉害？好，现在他们说了，说在东海跟南海战区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北京放的都是歼20，表示这一些区域是有可能会面临作战的，他们对他的战力是充满了信心。那美国呢？美国要怎么办？好，美国的这个空军机动司令就讲了。您看标题很耸动，准备与中国开战。好，他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我们必须要建一个更全新的运输机队。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包括无人机这一些作战的战力，或者是隐形的这一些战力，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把它重新部署起来，因为这一些跟对岸跟中方的这些机队来说，我们远远不及。那你会问，所以呢，中方现在他们的防长在做什么？李尚福一直以来都不愿意见奥斯汀，但是呢，这一回他露面了，他见的是巴铁兄弟也就是巴基斯坦的防长。基本上呢，这一回他跟这个防长这一边呢，参谋长这一边来见面，强调2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有个联训平台，我们要两边合作，好好来利用。另一个是什么？就是是不是等于说你们后续的这些训练，就是要把美国现在想要跟巴基斯坦好一点点，把他这个势力给排除在外，不要让有人来干扰这个巴铁之间的关系呢？经济部分，美国也没落下，因为来看看他们的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呢，就特别来强调了，说现在他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很多人在讨论经济脱钩，但他认为经济要真脱钩的话，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是灾难性的，而且他觉得这根本就难以实践、不切实。美国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研究员呢，他也特别讲了，说如果说你们要继续打补贴战的话，他觉得这个是讽刺又虚伪。什么意思？就是你骂人家中国打补贴战，然后现在你自己呢要打补贴战，然后呢，其实你就是害到了你这一些盟友，欧洲啦、日本啊这些，难道不会因为这样子被你给拖下水吗？美国智库也有人讲了，说你们这些都好像说不要去刺激人家，但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应该要出猛招和直接中方决裂，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关系，这样才是正解，让他一次就痛，一次就知道怕。也有人说了，这是克鲁曼，好，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美国人想的那么好啦，现在不但会步上日本的后尘，甚至可能会比日本还要来得更糟。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不管是军事，不管是经济，对于拜登来说，对于明年选举年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党内当然也必须要好好安稳一下，因为呢，他的对手又开始改口了，说要弹劾，要调查拜登，认为呢应该有更多的丑闻要陆续的被追发。而共和党的部分呢，他们现在也说了，说已经有关键证人可以让杭特跟拜登还有商业伙伴的这一些通话证据、铁证都能够一次的拿出来，觉得这一下绝对可以让拜登
没有办法再继续选下去，真的有可能有机会吗？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现在美方的南方司令部司令他直接问了，说中国影响力现在渗透到我们中南美洲，是进到我们的红色警戒区。其实主要还是经济啦，还有基建啦。是。那当然，在阿根廷，它有盖一个类似要看航太卫星的一个站啊。我觉得他是讲的过头一点啦。事实上，这个再怎么样，中南美洲你要设，我不管是说军情力量进去，或者是军事基地，我认为现在都难以想象啊。你也许说经济上啊，这个跟中国越来越融洽啊，这是事实啊。比如说，因为巴西也是金砖国家嘛，那鲁拉确实跟美国也有过一些冲突了啊，所以，可是我觉得讲说那个已经进入红色力量渗透进去，而且指的是军事或政治，我认为还早了啊。不过南太平洋倒是玩真的啦，而且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连法国都开始玩了。对，因为法国事实上在就是所罗门跟斐济，它刚好一个三角形啊，它有一个岛叫 New Caledonia，那个岛其实很大，有11000平方公里哦，很大，是台湾的1/3左右啊。那个完全是可以停放军舰的。我觉得法国是对美国处理 AUKUS 感到非常生气了啊！我是有殖民地的国家我们也不要讲殖民地哦，就是有属地的国家，你竟然把我落在外面，而且本来我是柴油潜舰跟澳大利亚都讲好了，你给我抢单啊！所以我觉得法国是有点生气。所以你看那个中法联合声明，他有提到这里哦，说中国、法国将要在南太平洋做军事合作，他就直接写军事合作啊。所以我认为啊，法国大概决心要开始，我们说这个恢复他在南太平洋的角色了。那这里面就会变成三角关系了啦。对，就法国也不是说一面倒向中国，而是说，我是有筹码的啊。那中国大陆也会因为这样，比如说它有一些货轮啊，或者甚至是军舰，如果开到第三岛链的时候，搞不好就停在法国的 New Caledonia， 那把美国给气死这样嘛。就是这个三角关系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值得观察啦，就是它到底会往前发展到哪里啊？因为法国既然来了，那大概也会给一些资源吧。那个 New Caledonia 我记得人口有50几万人，实际上不小啊，不小了啊。所以我们大概就看到，因为这个地方美国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南太平洋一直往上到最上面是基里巴斯啊，对，那基里巴斯距离夏威夷只有1600公里所以再上去就是夏威夷了，所以美国当然会进入警戒状态了啊。那美国本来在所罗门是有大使馆的，后来给人家废了嘛，那现在又回来了，又再盖回来了，所以我就跟你讲啊，然后像那个斐济的那个总理本来这次成都四大运他要去的，结果说什么摔到头了，临时没去，走路跌倒啦。对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中国大陆真的在经营，就是所罗门啊、斐济啦那美国当然是看到他的副警长澳大利亚处理的不好嘛既然所罗门跑去跟中国签警务合作协议所以他们当然就大吃一惊了，所以现在有点力量在回放了，给予南太平洋更多的资源还有重建大使馆等等是，所以南太这一边后续的这个角力，刚刚亮哥已经讲到了，三角关系可能就此会成型。我们先进广告。好，广告前亮哥讲到了，在南太这边未来有可能，中法美会不会变成一个三角关系？来请教蒋县长。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啊，我手上这张图，事实上来讲，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巴比亚纽几内亚，它的正确的位置事实上是在第二岛链。那刚刚那个郑亮老师他刚讲说新克里多尼亚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里一个长长的地方，那长形的对。好，那我们讲这个地方才是真正跟那个澳大利亚
它有经济海域重叠的地方，所以刚刚就是郑亮老师讲到说，你谈 AUKUS 的时候，你有问过我法国的意见吗？你没有啊，对不对？那而且法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啊，那个法国它的一个今年的一个环球航训，大家以为他要来那个台湾海峡，他要去南海都没有，他直接切南海，然后到了澳洲之后，直接到他的新克里多尼亚。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法国它的战略自主啊。那但是我们来看啊，刚刚还有讲到一个沙群，是沙群这一个其实它不是真正能攻击到，那它只是造成多重威胁。造成船上他面对这么多的目标，他要如何的反制，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为什么？因为这种小船它带的那个所谓的炸弹的量啊，其实很少。大家说，鱼雷感觉也不大，错了。鱼雷现在的鱼雷，它不是真正的打到你的船，它是到你的龙骨下方爆炸，然后就好像把那个人一甩，然后结果你的脊椎骨就断了。它就是这个，然后你脊椎骨一断，船断成2截就沉没了。这是鱼雷。那这一种沙群的船，其实它办不到，但是它有可能会让你船上处在一个多重威胁的环境之下。这个时候，你火炮的仰角，即使打到最低射界也打不到，这才是重点。好，就是沙群的攻击，以多击寡，有可能呢就能够成功。那这之后，在南海这一边，双方开始对垒了，要如何来布局？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讲到了地缘政治，我们现在看到美方呢开始想要跟巴基斯坦好一点，但中方李尚福马上来了，请教吴老师。这个李尚福可以见季辛吉，但是奥斯汀就不能跟李尚福讲话，这个很奇怪了哈。大家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其实这一期的 Foreign Affairs 啊，有一个就是史汀森中心的孙运主任，他是中国事务的，他就写了一篇，他说为什么季辛吉可以跟你谈，李尚福就不能谈？因为中方想要什么？要让美国人 leave them in the dark， 就是我不让你明确的知道，就特别美方官方的，尤其是军事专方，不让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跟你谈了，你可以精准的抓到我们的一些策略，那中方的很多军事或者是他们有更多的所谓的策略，可能就被摸透了嘛。所以为什么他只让季辛吉来跟他谈，不让这个 Austin 谈？这是原因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好像美中或什么军事你来我往，我觉得两边都要看自己的经济。美国有通膨。中国现在有通缩，其实中国的这个3月的annual 年均的这个 CPI 指数0.7啊，代表说它通缩的很严重，而且是特别是 PPI 说制造者指数连续好几个月是负的，代表什么？它代表说，如果你是制造业者，你现在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知道说你下个月会比较便宜。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您好，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好，一开始现在带你来看到的是，很多人在问 TVBS 的民调嘞，给那出来了，在最新民调要带给您，这是 TVBS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在明年的总统大选支持度，目前最新进展是赖清德33%第1名，柯文哲32%第2名，侯友宜则是25%第3名。好，这份民调的时间点是在全代会之后，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全代会之后，目前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对上上一次。好，上一次呢是这个赖清德30%，侯友宜23%，那柯文哲的部分呢则是33%，所以看得出来相关是有所消长的，而侯友宜呢也有微幅的提升，名次上面赖清德、柯文哲互相见长，民调变化显示的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一段事情。如果说呢这个侯友宜他现在是因为全代会的关系，所以呢让他的这个民调稍稍的有所回升，那大家要问这个柯文哲呢，他这一回
跟上一次比起来，往后掉下来的是什么原因呢？来，回到我们的这个 CG 后，我们必须要来看到的是，其实在这一次呢，这个民调好像排序上面没有大变化，而且呢，第一、第二名只差1个百分点而已。但是侯友宜比较明确的是，他有持续的在往上走。那现在呢，持续的在坐3望2啦。朱立伦讲的这个执政大联盟到底是什么？现在说了，金溥聪提出问题之后，朱立伦说：“赶紧，我找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侯友宜的解释就是，其实就是下架民进党，就是全民共识。那到底他现在跟这个柯文哲的差距，其实也不到7%而已哦，所以不到10个百分点都还是有机会的。那怎么超车呢？这一位他讲了，关键其实就在柯市府的大秘宝里头。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现在民进党也是在猛攻柯文哲啊。为什么？好，这位庄瑞雄委员他直接告诉你了，因为戒慎恐惧啊。他说啊，柯文哲他们的党还是小党，然后能够超越家大业大的国民党，所以他代表着各阵营都很努力。他觉得民众党让他们戒慎恐惧，开始猛攻柯文哲。最近看到狂打的是什么？一个北流案。好，北流案呢，这当中这个本来说北市府这边有1.9亿多出来的钱要文化部这里来付钱，文化部就讲啦，整个调解的过程你们跟厂商怎么讲的我都不知道，你公文来我就要付钱，哪有这样的道理？柯文哲昨天还赶紧在脸书上头PO 了一个影片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1.9亿元，整个过程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一位民进党的议员许淑华他就讲了，说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通知文化部，所以他觉得这绝对是有程序上面的问题。柯文哲呢要怎么样来骂民进党？现在刚好台风天嘛，前瞻治水预算他就打批了，前瞻等于前瞻，好，花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真的好好在做事情？台北市还说都没拿到多少钱，民进党马上轰他不厚道啊，说你拿了100亿元，你还这样吃完大餐插嘴就骂，这个太不公平了嘛！甚至呢还骂柯文哲什么丑女啊！好，在这个他的游行过后呢，现在他要来办一个就是北区姐妹会啊，茶会呢现在也被讲了，说哎呦还要限定场才找得到，说这个呢就是在洗白，但问题是这就是在他心里的 DNA， 要他先去上性平教育，猛攻他。也有人说这样子的一个猛攻，确实在我们 TVBS 的民调看到了，互相赖清德、柯文哲就有见长啦，1、2名就会点豆病，就会换人做做看啦，是不是真的有用？一个问号。好，原因是因为先前也发生过高虹安事件嘛，那个时候呢，在选前还这个查诈领助理费案，甚至呢还去搜索他。整个过程反而把他的民调一直往上打，这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什么？是上一回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全党之力猛攻韩国瑜，但真的就用各种的贴标签的方式，把韩国瑜越打越低。到底最后会是哪一种呢？这次的选举其实呢，大家都说了是台湾的非常重要前途的方向的决定。好，这一位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讲啦，其实啦，不管怎么样，他认为只要国际关注台海，我国跟他国合作，战争就不会一触即发。大家也要问了，所以是怎样？大家合作就可以了吗？大家都看到我们台湾这样子，对岸真的就不会动我们了吗？什么样的理由呢？好，美国的众院则是直接帮我们提高这个社会上面、国际上面的能见度，因为他们主张联大的2758决议不涉台。好，2758决议是什么？是当年呢在决定整个国际社会的时候，谁代表中国，那后来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情。他说了，那个只决定说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但是不涉及台湾。这个就直接打到了一个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当中要如何解释我们的主权到底是不是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底下等等等？对岸不会跳脚吗？游锡堃马上跳出来说，这个呢就是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历史真相，还感谢美国。但是这真的有用吗？两岸之间现在关系确实紧张。汉光演习的时候呢，蔡英文在今天也特别来到了巴黎这里来试导的是反登陆，军方人员全部到场，甚至在这一次演习比较不一样的是，直接看到了美方的观察员来到现场，也来了解，也来观摩，也来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场选举所带来有可能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分析我们在这一次 TVBS 一个最新的民调，也就是在第1名的部分下变成了赖清德，第2名呢是柯文哲，2个人的差距1%，而侯友宜虽然是第3名，但是民调微幅提升2个百分点。这个 T 台的民调，柯文哲一直都蛮高的啦。我记得上次还领先嘛。对。所以这次是小落后赖嘛，可是2个人几乎不分轩轾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你这个因为不表态率也相对，其实也差不多10几%啦。是。这样的落后事实上是明显的落后了，不能够说侯友宜也没有差很远呐。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跟你讲选举到最后都会有集中效应，是，就是你会希望你最讨厌的人不要当选所以票会集中所以这样的差距对侯友宜是非常危险的，不是很接近是非常危险的到时候他会被气饱这个就好像连战嘛，连战事实上在2000年他也不应该选到24那宋楚瑜为什么会有36？就是跑掉了嘛，就集中化的效应嘛，所以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维持在3% 以内了，所以你就没有追的机会了，不然你就，那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要打柯文哲这2种打法其实不容易打啦，比如说北流那大家也知道柯文哲跟李永得关系不好所以民众党也会有他的说法照理讲，如果真的要打柯现在的执政的是蒋万安可是我觉得国民党不想打这一题这个就牵涉到竞选策略了，因为国民党可能也考虑到最终蓝白是要合作的嘛，所以不要让大家有太这个不好的情绪啦，因为可能到11月、12月，大家还是要整合的我跟你讲你只要没有执政你不容易拿到正确的证据了，比如说高虹安对新竹棒球场，他也想办法在收集证据可是他看不到金流金流只有检调看得到那新竹的检调会配合你吗？这个执政党，我说中央的执政党会有绝大优势嘛，因为他有法务部那他有调查局所以他如果要介入，要看到正确的资料会比较容易了其实这个也是考验国民党啦，因为国民党如果要反攻。那事实上，台南的光电案，你们应该叫人家去查国民党议员也一堆那为什么都查不到这个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事实上，国民党真的能够查的是桃园市的，如果有弊案的话，而且你会直接打到郑文灿，这个对赖清德的选情就会有直接影响。那这个就变成考验张善政了啦，就你要不要去办这件事了那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联合国决议的自己的解释的版本，这个是没有用的啦。你美国提案你美国行政部门要在联合国提案，要看联合国的案子你有办法推翻如果这个东西你要去提案那美国跟中国大概就要撕破脸了啦。那看拜登政府要不要这样干所以我是觉得外交部跟游锡堃你们也不要在那边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在误导台湾民众啦。美国如果要支持你，请美国就国会的决议到联合国提案嘛，是要求对2758号决议推翻它嘛，不然就重新解释嘛。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就是在玩你而已嘛，在玩你台湾嘛，也许是在感谢你台湾捐钱各种原因不然就是做半套嘛。那你把做半套的东西拿来当做感谢美国人真是伟大你应该去问拜登嘛，拜登为什么不跟进呢？对不对？所以我说外交部长你应该进一步去问拜登嘛，请他跟进众议院的决议，请你跟进游锡堃也尽量讲嘛，那个才是真正的外交啦。所以我觉得那个执政的成绩大家看得懂你讲哪一个对台湾或者对国际的形势会有真正的影响，这大家都知道啦。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处境艰难就不用拿这个来当安慰剂了。
好，其实呢，在这一次哈，很多国际间大家都在问了，他现在提出这个2758决议不涉及台湾，它到底是归属主权等等的问题，基本上一定会引起这个中国这边的一些抗议。那这整个呢，还是拍手通过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之后还会要送到参院。那如果真的大家都过了，那你拜登到底处不处理？这一些其实大家都想问，但是呢，我们台湾这边就赶紧先把它放大来看，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请教吴老师。其实这个法案也不是全新呐，它主要在修改我们美国国会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法案》简称那个叫台北法。当初的法案就是什么？第一个，他要我们的盟邦不可以见异思迁，拿美国台湾的钱又跑去跟中国建交。第二个，有什么积极的在国际社会替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所以这一次这个法案叫做台湾国际团结法是由来是这样子。那它是由8个这个友台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员推出来的。其实坦白讲，现在美国国会挺台非常强。舒淇老师讲了嘛，435个众议员旁边都有台湾的游说团体圈圈的围住嘛，提出很多友台法案，我们很欢迎，的确欢迎嘛。对，你要不听我们讲话，欢迎。问题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其实不是啊。我们看早期台湾我们中华民国不断的在推什么对于2758号，我们要讲说台湾人民的声音要在里面听见，不管你要重返联合国议案，加入联合国议案，以前都有啊，这不是民进党政府的专利啊，国民党政府也做啊。我就特别查，早在92年开始我们有9个友邦就提出中华民国，那时候中华民国是不是要有积极的加入那个参与联合国？93年的时候，那时候外交部长钱复就特别提出要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做法。甚至在2000年陈水扁执政之后呢，我们有所谓联公小组，在纽约我们大陆里面有个专门做联合国办公室这个小组专门在做什么？每年请我们友邦在联合国帮忙台湾讲话，包括像2002年他们就讲中华民国（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甚至到2006年直接讲台湾2300万人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这过去都是由我们台湾外交部的国主司积极的跟我们的友邦在联合国做这个事情只是时空境迁了，我们的这个联公小组就解散了，没了。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国主司的工作被什么北美司抓去做了，因为北美司要负责跟美国的这个参众议会做接洽，希望他们能提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法案嘛。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由这个美国国会做了以前我们做的事情而已。可重点来，刚才我也蛮支持亮哥的说法，就是那如果美国国会提出这个法案，接下来众议院过了，他要丢给参议院，参议院如果再过了，拜登要签字嘛？签不签呢？你签了，那接下来呢？What's the next step？ 你下一步什么？会有实质效益吗？台北法，你想想看，光台北法，2019年台北法，你签了，还是同独拉斯跟你断交对不对？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政治那怎么样替台湾在这个中美竞争底下帮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很重要，没错。问题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很多，没错啦。问题是我们台湾到底能做到什么？能加入什么？对不对 ？WHA 我们能去吗？不行嘛。ICAO 能做吗？不可能嘛。过去能做的，现在都不能做，原因是什么？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不去讲。做了这么多东西，我们这样国外的侨民很帮忙，花很多钱在替台湾做这些事情就像讲的，不止435个众议员100个参议员旁边都有台湾的游说团体在这边帮忙讲话问题是我们找出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能替我们达到一些实质的目的？这点是我们要看的。最后我要讲一个，这个吴钊燮说台湾关注华海跟台湾战争是不会一触即发，你用贺主没问题了。问题是我们怎么讲的？我之前在讲过嘛，长远的和平、永久的和平才是很重要的。好，其实我们必须要讲刚刚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到底怎么样才是有实质的事情，才是能够让大家真的走出去。你这样子被讲出来，当然啦，你对我们好，我们也很开心可是能够有实质效果吗？还是我们又被当成棋子了？来请教一下小舰长，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在军演当中，现在军演是什么？我们的国安局我们的国安会这长官们都告诉我们说不会，我们是这个在海峡中线那边就被解决了，他们不会过来。结果我们在演习的都是反登陆，甚至还看到美国人也直接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事实上来讲我们现在练的都是反登陆，可是我们反登陆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角设施以及我们的战术足够因应反登陆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回想一下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诺曼底登陆前，事实上来讲，在法国北方海岸这一个，我们讲到说什么？诺曼底的这个海滩啊，是由谁负责？是由隆美尔负责。隆美尔当初在视察这个叫做大西洋长城啊，这个大西洋长城他讲什么？他说，如果那个登陆第一个24小时，对于盟军也好，对于德军也好，事实上来讲具有决定性，而且那一天就是最长的一日啊。那这最长一日，我们看看那个大西洋长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那其实我们一般看很多的电影啊，它在上前面最高制高点，它事实上是有火炮的，但是我们从海面，从那个低潮区一直往上啊，它有非常多的主角设施。那当然有在金门所可以看到的轨条寨啊，这轨条寨上面是有轨雷的，意思就是你碰到就会爆炸。然后再一直往上呢，也有钢刺猬。我们这一次当然也有钢刺猬，这样一路上来，然后有刺丝网，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最惨烈的奥哈马海滩，它多久被攻下来？大概也就是6到8小时就被拿下来了。然后整个海滩上面死了2500个盟军。那在这么惨烈的登陆上面呢，我们看看我们这一次在巴黎海滩的布设啊，这个布设呢好像是有那个样子啊，可是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大西洋长城，没有用混凝土构成的长城啊。那也就是说，你就光靠的这几个，你就想要那个反登陆吗？而且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大家都说哇，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实战的。你是用什么样的实战来衡量？你是用诺曼底登陆吗？可是现在距离诺曼底登陆已经80年了耶，你还在用80年的想法吗？解放军现在正在造第4艘075的2栖攻击舰，它为什么？因为他要垂直登陆啊，他为什么要去走你这个那个过五关斩六将？而且你看这个样子，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什么那个重油的那个重火区啊！哎，大家有看过这个三国赤壁之战的时候，你确定风向是往海上吹吗？如果是往我们自己这样吹，那我们这里部署的人是不是通通拜拜了？你还确定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就是对不起啊，这边还有最下面一个图补充一下，这个就是他们搭的这一个壕沟。你有看到这个壕沟上面，它其实就只有一层木板跟几层沙，一层很薄的沙土而已。这样你真的确定可以吗？你觉得你去看一看乌克兰人家怎么做的？人家是深挖一个洞啊，上面最起码有3层以上的沙包，你就靠2层木板，那个就是演戏。绝对不是什么汉光演习，因为你如果只是这样，敌人都已经到了滩头了，也就是我们的制空都不在了，他的攻击直升机就对海滩攻击，对海滩扫射。你真的觉得我们的士兵还可以站出来，拿着很从容的拿着刺枪或者那个刺针飞弹，很从容的拿着这个标枪飞弹吗？对不起，不可能。是。好，其实我们现在都来讲了，在整个国际社会上头，大家看到就是什么，就是美中关系之外，很关心的是台海这边的安全。